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现在许多成功人士都注重运动，这对我们大脑和身心都有益处。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由川田浩之先生所撰写的《世界上最高效的运动》。这是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在这本书中，提到了一种长时间高效的运动。我相信，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你的人生将会发生巨大改变。我之前也听说过这个方法，但一直未能实践。现在我选择了这个方法，重新振作起来，决心从今天开始实践。这本书真的非常出色。话不多说，我想问问大家，大家都有定期在运动吗？像您这样关注健康的观众，可能已经意识到，要保持健康就需要进行运动。其次，我们都了解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但是有很多人因为工作繁忙，感觉麻烦而无法定期坚持运动。尽管医生建议我们定期运动以维持健康，但对于那些认为运动麻烦、难以坚持的人来说，可能很难下定决心开始运动。他们尝试过节食、慢跑、健身房等方式，但最终都以3天打鱼2天晒网告终。对于这样的人，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在家中进行3次，每次只需4分钟的运动，就能够实现减肥、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耐力、改善血糖和血压的梦幻般效果的运动确实存在。大家知道吗？运动所带来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如果想要保持健康并且拥有长寿，或者想要发挥自己所期望的表现，我们就必须坚持运动。但是很多人很难坚持运动，因此我建议大家通过本视频了解一下针对时间紧张人群的世界上最高效的运动方法。一起来看看吧。今天的内容如下：第1章即世界上效率最高的运动方法。第2章我们将详细介绍这种运动的实施方式。第3章解释其惊人的好处。让我们从总结世界上效率最高的运动开始讲起吧。本书的结论是，在家中进行3次，每次只需进行4分钟的运动，就可以实现减肥效果、增强肌肉、提高耐力，并改善血糖和血压。这种梦幻般的运动方式，因此让我们掌握这种运动方法，充分享受运动所带来的好处，并在短时间内实现健康。这种运动方法就是所谓的 HIIT， 总称为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即高强度间歇训练减。这种训练方法是在短时间内交替进行高强度运动和休息的独特训练。目前这种 HIIT 备受全球关注。令人惊讶的是，它不仅具有超短时间的优势，而且可以同时获得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的双重效果，实现一举两得的运动方法。有氧运动主要是指像步行、慢跑等能够提高脂肪燃烧率、实现减肥效果、增强耐力的运动，通常需要摄入氧气；而无氧运动则是指向举重、短跑等能够增强肌肉力量、爆发力的运动，通常不需要摄入氧气。一般来说，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需要分开进行。要想平衡进行两者的话，需要花费时间和毅力。特别是对于做重量训练的人来说，有氧运动需要的时间可能更多，因此可能会有很多人对此有所顾虑。而在这一点上，高强度间歇训练就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它能够同时达到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的效果，并且所需时间比单独进行这2种训练要短得多。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听起来太美好了，不太可信。然而，现在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身体改善效果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证明，越来越多与健身相关的研究结果不断涌现，这些结果都支持高强度间歇训练的有效性。据说，作者目前还未见过比高强度间歇训练更具时间成本效益的运动方法。他坚信，对于时间紧迫、生活过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这是最强大、时间最短的运动方式。希望让大家了解这一点，因为随着人们开始认识到100岁时代的概念，很多人都开始认为，即使不加努力也能够活得长寿。大家怎么看呢？你是否自认为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能长寿呢？最近我们到处听到
人们将其称为100岁时代的说法。但作者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认为不健康饮食、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也能健康地活到100岁吗？很多人经常忽视的是健康寿命。健康寿命指的是在不需要护理的情况下，能够独立自主地过日常生活的时间。如果想要充分享受100年的生活，延长健康寿命就至关重要。作者指出，延长健康寿命的秘诀基本上只有2个，那就是保持均衡的饮食和养成适度的运动习惯。虽然简单，但这却是长寿的最强技巧。本书将重点放在了运动方面。医学界常说，运动就像一剂万能药。每次健康检查时，医生都会坚定地建议进行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运动有以下压倒性的好处：一、有助于减肥，改善基础代谢，减少肥胖和患心脏病、脑血管疾病、成人型糖尿病、癌症等疾病的风险，确保脂肪率减少。二、提高好胆固醇水平，降低坏胆固醇和中性脂肪的含量。三、使血管年龄年轻化，改善血压。四、促进大脑神经细胞再生，降低患认知症的风险。五、保持重要激素如生长激素、睾酮等的分泌，有助于保持年轻。六、提高持久力，减少疲劳。各位看了这么多优点，或许可以理解医生们为何一致建议进行运动了吧？然而，运动对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也是有益的。简单来说，运动可以让人变得更聪明。尽管我们已经强调了运动的诸多好处，但调查显示，拥有运动习惯的人并不多。许多人都了解运动的好处，但却不愿意付诸实践。这是为什么呢？在最近1年内没有进行运动的人，最常提到的原因是工作，包括家务和育儿太忙，没有时间，占比达到了42.6%。的确，对于现代人来说，忙碌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是如果你无法安排运动时间，那么本书所提倡的高强度间歇训练或许是一个解决之道。只需要每周进行几次，每次几分钟即可。您甚至不需要大幅改变当前的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削减睡眠时间，就可以轻松将运动习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接下来，我将立即介绍一下高强度间歇训练的具体做法。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一种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获得成果的运动方法——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所以，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 HIIT 的知识。首先 ，HIIT 是一种通过短时间间隔内交替进行高强度运动和休息的训练方法。与持续中等强度的运动，如慢跑相比 ，HIIT 的特点在于在一定时间内集中进行高强度负荷，然后在短暂休息后再次施加负荷，以极短的间隔重复进行。这种训练方式可以有效地作用于全身肌肉，因此不需要长时间的训练，也不需要每天都进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HIIT 意味着要达到极限负荷，但本书推荐的是施加全力的70%到80%负荷的训练方法。作者建议将最大心率的70%到80%作为训练的目标，这意味着施加的负荷应该在达到最大摄氧量或最大心率的水平。虽然也存在所谓的最大负荷，但通常这是专门为职业运动员设计的，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切实际。保持健康的运动原则是安全且可持续的，即使以最大心率的70%到80%进行训练，也可以充分享受到 HIIT 带来的好处。所以请放心，如果对于最大心率的70%到80%不太理解，也不必担心，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确定负荷。一般来说，如果您觉得这有点难以理解，那么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来确定。就主观感受而言，从稍微累一点的程度开始是合适的。最强烈的感觉被定义为100%，非常累为90%，有些累为80%，稍微轻松一些为60%，而稍微累一点则相当于70%左右。如果您觉得这仍然不清楚，您可以简单的将其理解为，如果感觉轻松一些，则增加负荷。对于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的频率，如果您之前没有运动习惯，
最开始不要太勉强，每周2次就足够了，然后慢慢适应，然后逐渐增加到3到4次。有些人可能只有周末有时间，但连续在周末进行训练并不推荐，因为需要考虑到肌肉和疲劳的恢复。在养成习惯之前，可以选择在周3和周日进行训练，给自己一个固定的规律性。可以在手机日历或其他日程表上提前设定。如果已婚，这样的规律性可能更有效。现在关于 HIIT 的知识应该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解释具体的做法。HIIT 是进行20秒高强度运动，然后休息10秒，连续进行8组训练，每组称为1个循环。完成8组后，这一轮 HIIT 训练就完成了。整个训练过程只需4分钟。首先要记住，一组训练包括20秒的运动和10秒的休息，这样的一组共计4分钟。关于实际进行的运动，有各种类型，比如快速深蹲、快速仰卧起坐、短距离冲刺、跑步机、空中自行车等等。可以选择在20秒内完成任何一种。例如，你可以选择快速深蹲，也可以选择快速骑空中自行车，或者做快速俯卧撑，都可以。顺便提一下，我经常在工作间隙做快速深蹲。根据本书的说法，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建议组合多种类型的运动，比如先做20秒的快速深蹲，然后休息10秒，接着做20秒的空中自行车，再休息10秒，再做20秒的快速俯卧撑，以此类推。组合多种运动菜单会更有效果，希望你们也尝试一下。我之前也不知道这一点，但从今天开始，我也想挑战这种多种运动组合的高强度间歇训练。这个训练方案由 Tipness 健身俱乐部监制，介绍了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的方案。基本上，它包括进行20秒的运动和10秒的休息，但是还介绍了一些不同的20秒运动部分的变化，例如登山者动作和臀部提升等。介绍了一些我之前没听过的运动类型，解释得很清楚易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些你熟悉的运动，比如快速深蹲、快速仰卧起坐、短距离冲刺、跑步机、空中自行车等等。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 HIIT 的惊人好处的最后3个要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 HIIT 的基础知识和具体操作方法。最后，我想介绍一下 HIIT 的惊人好处，以尽可能提高大家进行 HIIT 训练的动力。虽然别人可能只是说做 HIIT 好处多，但只有真正了解了 HIIT 的压倒性好处，才能真正转化为行动。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的惊人好处，分为3个方面：一，在短时间内获得长时间运动的效果；二，从细胞层面实现抗衰老效果；三，具有出色的减肥效果。所有这些优点都直接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非常实用。现在我来简要解释一下每一点。首先，第一个好处是在短时间内获得长时间运动的效果。根据加拿大的研究，进行1分钟的 HIIT 训练可以获得相当于45分钟持续性运动的健康促进效果。与进行持续性运动的人群相比，进行1分钟的 HIIT 训练同样能够带来健康促进效果。这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HIIT 注重的是短时间内的运动强度，而不是运动的时间长度，这使得它成为忙碌人士的理想选择。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时，总运动量并非关键，相反 HIIT 旨在以高效率完成运动，同时保持总体运动量。因此，请注意区分高强度运动和总体运动量。对于那些信心十足或已经感受到 HIIT 让身体更强壮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考虑增加连续运动的次数或重复次数，以获取更多效果。但请记住，虽然可以根据个人体力水平调整训练计划，但不要忽视运动密度这一基本原则。过度训练可能导致过度疲劳，增加受伤的风险。此外 ，HIIT 并非只有针对特定部位的训练才有效果。过度训练可能会导致时间效率的丧失。接下来，我将解释第2个好处。
即从细胞层面实现抗衰老效果和延年益寿的效果。现在与其他运动相比，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的抗衰老效果更加显著。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想变老，不希望自己看起来老态龙钟，对吧？那么正是这样的人们应该尝试一下 HIIT。根据2017年发表在知名科学期刊上的研究， HIIT 相比其他运动，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大摄氧量，同时通过增加线粒体总消耗量来提供更有效的效果。更令人惊讶的是， HIIT 甚至对基因信息也有积极影响。我们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一种叫做 DNA 的物质，其中包含着个人独特的遗传信息。虽然有时会有误解，认为 DNA 上的特定信息一定会被表达和读取，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因此，即使在遗传上易患糖尿病的家族中，也不一定会患上糖尿病。此外， DNA 的表达也可能受到体内状况的影响。例如，当人体肥胖时，与生活习惯疾病相关的信息可能会更容易被读取。令人惊讶的是，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后，会增强线粒体功能和胰岛素信号，这些信息会被积极的读取。虽然每个人都拥有这些基因信息，但通过进行 HIIT， 这些信息更容易被激活。换句话说，进行 HIIT 后，某些基因会更活跃地表达，从而提高线粒体的能量产生，降低血糖水平。另外，通过运动和饮食等调整生活习惯，体内有害基因信息的读取也会减少。虽然无法完全消除基因信息，但通过调整生活方式，这些信息可以被实质性的降低。比如，即使出生在易患糖尿病的家族中，一对相同基因信息的异卵性双胞胎，若是生活方式不同，就会出现一个患病而另一个保持健康的情况。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第3个优点：优秀的减肥效果。对于减肥而言，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也是非常有效的，而且 HIIT 具有独特的瘦身方式。据说 HIIT 的减重效果与慢跑等其他运动相比，并无明显差异。然而，若是单纯比较脂肪减少效果， HIIT 比慢跑效果更佳，特别是对于减少腹部和内脏脂肪效果更为显著。为何体重减少效果几乎相近呢？这是因为进行 HIIT 时，随着脂肪减少，同时也会增加肌肉量。如果您曾认真进行过减肥或健身训练，您就会知道，在减脂的同时增肌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即使您去了配备齐全的健身房，最初的30分钟左右可能会用于进行有氧运动，以燃烧脂肪并提高基础代谢，然后再进行力量训练，这需要不少时间和精力。而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却能够在一种运动中同时实现这2个目标，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持续进行 HIIT 训练，即使体重变化不大，也会发生脂肪与肌肉的转变。因此，如果坚持2到3个月，您的身体轮廓明显会发生变化。即使体重保持不变，身体的肌肉会更加结实，更加紧致。所以说，只减脂肪和减脂肪并增肌的差别是巨大的。正如之前所述，外表改善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动力，但更重要的是，增肌能够减少反弹的可能性，因为增肌会提高基础代谢率，而基础代谢率的提高会使得身体更有效地利用营养和氧气等内部资源，不再浪费无用的营养，主要是因为时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通过 HIIT 增肌，即使摄入同样的食量，身体也不容易储存脂肪。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的脂肪燃烧效果为何如此显著呢？这是因为存在一种被称为 afterburn 效应的现象。简单来说， afterburn 效应指的是在运动结束后，身体仍然持续燃烧脂肪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身体摄取氧气的量比平时增加，导致能量产生持续。而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会优先使用脂肪作为能源。这种 afterburn 效应并不是每一种运动都能够触发的。afterburn 在运动领域中
特指高强度训练后身体继续燃烧卡路里的现象。但像 HIIT 这样的高强度运动可以激发这种效应。换句话说，比如在早晨进行 HIIT 训练，至少在上午身体就会处于更容易消耗能量的状态，也就是说更容易燃烧脂肪。由于高强度间歇训练本身的运动时间很短，因此可能会有人怀疑，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身体就会燃烧脂肪呢？但这是因为身体会对这种运动做出变化性的反应。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详细解释了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的许多优点，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好处，例如通过降低心脏病风险来延长寿命，显著降低血糖水平，改善2型糖尿病，控制高血压，增加脑细胞数量，提高信息处理能力，使智力更加敏锐等等。在本书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好处，因为时间有限，只讲了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那么，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亮点吧。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世界上效率最高的运动之一——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并在2个部分详细解释了 HIIT 的具体方法。在第3部分阐述了 HIIT 的惊人好处，旨在激发大家的动力。你们觉得呢？有些人可能是通过今天的视频首次了解到 HIIT， 而另一些人可能已经了解，但并不知道它有这么多好处。不管怎样，我希望通过观看本视频，大家都能开始尝试 HIIT。重要的是，开始尝试 HIIT 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只需要每天短短几分钟的锻炼，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健康回报。然而，请切记不要过度运动。也许从每天2次，每次4分钟的简短锻炼开始尝试一下。如果有更多人能够通过观看本视频，将这项世界上效率最高的运动融入到生活中，我会感到非常高兴。期待与您共同迈向更健康的未来。今天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